片刻前，渡仙殿侧旁的偏厅内，正咳血的渡仙门空虚金仙掌门无忧道人，突然察觉到了一缕非同寻常的道韵，在护山大阵之内一闪即逝。虽然这道韵消失得极快，却还是被没有闭关的无忧道人给捕捉到了。仔细品味，这道韵非同寻常，似乎是蕴含天地智力，比起无忧曾经在道元大会上感受到的三教高手道韵，还要高出了许多境界。季无忧放下手中的汤勺，停下烹煮药罐的鲜火，低头咳了几声。身为人教道城的掌门人，这一点小事自然不会大惊小怪，只是一缕道韵而已，说不定是哪个有福缘的门人弟子意外得到了什么宝物。随性自然，不温不燥，无为而治，这才是一名合格的人教仙宗掌门。突听，什么情况？突然间，渡仙门之外风起云涌，小琼峰方向突然出现了浩瀚天威，强横的天威镇压门内各处。季无忧差点直接吐血，隔着几层墙壁，双眼瞪着小琼峰方向。金仙境的强横仙识立刻探查而去，却被那股天威直接震散。这种情形，这般霸道的天威。季无忧突然回忆起了漫长岁月之前他渡金仙劫的情形，只是自己当年渡劫天威完全没有这么强烈，如果这是金仙劫，那绝非是普通的金仙之劫。忘情的金仙劫已经来了，那为什么是在小琼峰上？然而这天威来得快，走得也快，刚出现不久就瞬间消失，似乎只是为了吓一吓人。季无忧擦掉嘴边的血迹，走到窗台前，身形若红雨一般飘飞而出，化作一道金光冲向小琼峰方向。虽然季无忧奉行人教无为，充分尊重每一个门内炼气师的个人自由，但总归是要去看一看，问一问，搞清楚发生了什么。转眼间，季无忧就抵达了小琼峰的上空。他低头看去，窥破了小琼峰外围层层阵法，看到了站在丹房前的小悬崖。此刻有秦悬崖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身旁还有一股精纯的仙力在朝着四面八方迅速消散，化作一股股元气。季无忧低头一看，顿时皱眉不已。那些仙力的源头似是那只躺椅，躺椅上有着一张厚厚的纸人，且纸人此刻似乎已经损毁。悬崖，纸人，三更半夜，小琼峰丹房大阵内。季无忧顿时明白了一点什么，但又更疑惑了一些。莫非是因为刚迈入真仙境的小悬崖不知何故搞坏了这只神秘的纸人，从而引发刚才的天威？怎么这么乱？当真要好好问个明白才是。正此时，渡仙门各峰也有道道身影飞出，各位长老峰主立刻赶来此处与掌门会合。季无忧先一步要朝下方丹房落下，就听一缕传声入耳，说的是：弟子李长寿启禀掌门，方才弟子惊动天威，差些惹出祸事，此事已无忧患，事态紧急，弟子愿将事情原委禀告掌门您知晓，还请掌门让门内众高人勿要聚过来，以免情形失控。季无忧略微皱眉，他身为渡仙门掌门，又岂会因为一名弟子传声就挥退各位前来探查的众长老呢？然而又听李长寿传声道：掌门，您可还记得那枚六转灵丹？顿时季无忧眼前一亮，这次是真的明白了什么，立刻声传四方：大家不必过来了，贫道赐给玄雅的宝物出了些小问题。小问题。四面八方顿时传来一声声遵掌门令。不多时，道道人影归于各峰之上。
季无忧站在星空之下，又在小琼峰之上布置了一层仙力结界，这才是缓缓落下。此时李长寿站在小琼峰地下密室中，眉头紧皱，心念飞速转动。这怎么动呢？或许是因为李长寿此刻精神紧绷，思考得太快，心底立刻就浮现出了几条选项。甲，使用有情玄雅牌专属法宝人；乙，施展惯用手法贪一小部分牌；丙，物理说服铁锤传教；丁，拿出人教小法师身份牌。李长寿心底不断地冒出这些选项，但是略微斟酌，就将选项不断地否定。有情玄雅只是真仙境修为，就算我一张嘴说的天花乱坠，正直属性满分的有情玄雅也肯配合。他撒的谎，掌门肯定不信。没办法，演技太差了。暴露部分底牌，从而让对方觉得已经知道全部真相。这种手段虽好，但也要分情形。刚才的天威必然让掌门产生了极为浓厚的怀疑，必须妥善解释天威的来源。对掌门动手？虽然刚刚自斩修为巩固道基，此时感觉掌门对我的威压已经十分的虚淡，可这不就本末倒置，因小失大了吗？还不如直接摊牌呢。李长寿的心底苦笑了一声。现如今我刚刚忽悠了文道人，得天庭玉帝的欣赏和信赖，掺和到了三霄之事，更是已经暗中跟西方教较劲儿。若人教小法师南海海神就是渡仙门弟子李长寿之事因为掌门之口暴露出去，必会有无穷多的隐患。这一层保护色轻易丢不得呀。尤其掌门这位空虚金仙还是不可控要素。没办法了，这次依然只能选第5个选项。物，最小程度暴露自身底牌。此刻掌门刚落在丹房前，李长寿的心底浮现出了一条完整的思路。他立刻抬手取出控阵玉符，激活36根阵基，启动小琼峰上部分核心大阵，固步一阵，转移掌门的注意力。看着丹房周遭突然出现了一片片迷雾，刚落在此地的无忧道人眉头皱得更深了一些。这阵法似乎有些名堂。有情玄雅立刻向前做道揖：弟子拜见师祖。无忧道人轻轻颔首。刚刚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有情玄雅沉吟一二，心底也有些懵懵然。弟子来寻长寿师兄，长寿师兄忽然有所领悟，在躺椅上就坐，突然就无忧道人追问：如何？有情玄雅小声道：就漏气了，迅速干瘪了下去，化作了这纸人。无忧道人也是被有情玄雅的描述给逗乐了。他抬手将那张纸人射到手中，仔细观摩，笑道：这是一门神通，名为剪纸成人，只不过这道纸人有些不同寻常罢了。弟子李长寿拜见掌门。丹房内传来一声呼喊，既无忧有情玄雅抬头看去，却见一缕青烟在那大黑炉子侧旁飞出，化作了李长寿的身形。李长寿快步向前，对季无忧深深做了一个道揖：你怎么自下面出来了？季无忧含笑问着。李长寿忙道：弟子刚刚有所感悟，恐惊扰到有情师妹，就放置了纸人在此地，自身去了地下参悟修行。季无忧并未多问此事，关注于关键问题：长寿啊，刚刚到底发生了何事？李长寿皱眉，低头紧闭嘴唇，声音带着几分犹豫，又带着几分将冲动压下的无奈，低声道：禀掌门，弟子不太敢说。讲就是了，
怎么不敢说了？季无忧背负双手，淡然道：还有什么是贫道不能接下的？见掌门的目光有些严厉，李长寿叹了一口气，在袖口摸出了一只玉牌，双手捧着向前递了过去。季无忧本来想接过，但定睛一瞧，却又是立刻后退半步。这位掌门的脸色瞬间有些苍白，忙对着玉牌做了个倒揖，额头上冷汗直冒。这玉牌上有人叫太清圣人道运，这般道运他也只是在自己师父渡恶真人所持的一枚玉符上感受过，而那一枚玉符就是渡仙门如今的核心道程太上无为经。李长寿捧着玉符忙问：掌门为何行礼？长寿，刚才贫道说的话切莫泄露出半个字。季无忧定声说着，又看向有亲玄雅。玄雅也是，莫要将贫道刚才说的那句什么不能接给说出去。玄雅，你莫要愣着，快过来对着玉牌行礼。有亲玄雅顿时满头雾水，还是连忙向前对着玉牌做了一个道揖。这玉牌自然就是太清道函。季无忧有些欲言又止，此刻又惊又疑，看着眼前这个尚未成仙的小弟子，顿时有些看不透他的来历。季无忧道：长寿啊，你跟大法师……掌门，有些话大法师告诫过，让弟子不能乱说。刚刚的天威是弟子打开这道函，领悟时似乎出了差错，引起道运动荡。那天威似是警告弟子，不能继续朝那个方向领悟。原来是这般。季无忧顿时面露恍然，随后季无忧目光灼灼地看着李长寿。长寿，这篇道函……掌门，大法师叮嘱过。懂。季无忧立刻点点头。快将此物收起来，下次要参悟了，提前知会贫道一声，贫道过来为你护法，免得你再搞出这般动静来。长寿，你跟大法师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方不方便透露？李长寿看脸有亲玄雅，后者已经是被雾水所淹没，马尾辫轻轻甩动，身上的冰蓝长裙也写满了问号，完全不知道掌门师祖跟长寿师兄在说什么。掌门，这个弟子跟大法师……李长寿斟酌一二，只是见过了几面，应该是没有太特殊的关系。没特殊关系。季无忧顿时露出了几分高深莫测的微笑，言道：贫道大概知晓了。既然如此，贫道也就不多问。言罢，季无忧在怀中取出了一只传信玉符，递给李长寿，言道：长寿，你安心修行，但凡有事，无论大小，都可告知贫道知晓。贫道这就回去了，记得再参悟这宝物，一定要提前知会贫道一声。这个掌门倒是意外的好忽悠啊，弟子遵命。季无忧看向有亲玄雅，又叮嘱道：玄雅，今日之事，你知我知，长寿知，切不可让第四人知晓。弟子谨遵师祖教诲。不仅好忽悠，还把有亲师妹给摆平了。哈哈。李长寿的心底顿时有些感动，看着掌门转身潇洒离去的背影，一时竟然有些感慨。有机会啊，还是将掌门引荐给大法师吧，这种好人当真是……有亲玄雅看向李长寿，小声问：长寿师兄，有亲师妹，你再等等。李长寿苦笑了一声，凝视着有亲玄雅：我先将一些事处理稳妥，再与你解释。师兄你有事先忙。有亲玄雅立刻道：我在此地等你就是。李长寿点点头，这一次直接闭上双眼，
迅速启动南海海神庙下的指导人，赶忙对云霄仙子传声道了一句晚辈无事。庙中这位美丽且过分大方的云霄仙子已经是散开裙摆，盘坐在地面，开始用仙力抢救那一具已被圣人道运冲坏的指导人。明白了。李长寿只是那么一说，季无忧就全明白了。此前季无忧就纳闷，为何玄都大法师会托自己师父渡厄真人将一枚六转灵丹交给自己，让他转交给小琼峰的弟子李长寿。现在看来，此事颇有深意呀。圣人所著经文说送就送，这关系定然是非同小可。六转灵丹虽然不稀奇，但六转壮阳灵丹当真是不同寻常，让人遐想。很明显，大法师很紧张李长寿是否有后遗，不是，谁才会紧张关注这个问题啊？这般照拂，这般挂念，还有圣人所著经文，偶然走差了方向，都会降下天威，及时警告。仔细推算此事，毫无所得，天机被死死遮掩，密不透风，这恐怕是亲传弟子都没有的待遇吧。再有此前渡仙门遭劫，明明自家师父渡厄真人已经现身解围，大法师还带着师父去了金鳌岛找截教人评事儿。今日这些问题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八成是没错了，这小长寿应该是大法师的直系血脉后人，甚至有可能是私生子嗣啊。季无忧咳嗽几声，露出几分微笑，回到大殿侧旁的小屋中，坐在了圈椅内，一阵遐想。这种事儿肯定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说，大法师必然不喜此事张扬，今后只能他这个渡仙门掌门暗中关照小长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